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 This is my architecture， 我是 AWS 的解决方案架构师李南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树根互联的技术总监 Bruce 来分享一下树根的产品在 AWS 云上的架构。那么 Bruce，现在你能分享一下你们这个根云平台在 AWS 上的整个架构流程吗？好的，谢谢。树根互联着力打造一款通用的物联网平台。下面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款平台的一个整体架构。最底端呢，我们是通过网关来接入设备，我们会有大量的设备的接入，可能现在有几十万台这样的一个规模。几十万的。对，这些设备呢，通过 M2M 模块的物联网关，然后做物联网关的健全通过之后，把数据传输到 M2M 模块来。所以这边 EC2 就是 M2M 的这个功能，对吧？对 M2M 的一些微服务来做健全啊，做数据处理的这些一个微服务集群。然后这些数据呢，经过这个 M2M 的微服务的简单的处理之后，会被上传到 Kinesis， 这是一个 Q， 对吧？这你应该很清楚 ，AWS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组件。是。在这个 Q 里头做一个短暂的 buffer 之后，这些数据呢会被再上传云端。那你们现在比如说有40多万的设备接入到这个云端，对，你们是怎么样处理这么高的并发量接入呢？对，数据经过这个 Kinesis 的这个短暂的存储之后，这些数据会被上传到云端。云端同样还有一个 EC2 的集群，这个集群呢是一个微服务集群，它负责处理上来的数据，把它们分发到2个通道上去。其中的一个通道呢，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实时通道。实时的通道。对，这个实时通道呢，最终的终点是 Elastic Cache， 这是一个基于 Redis 的一个缓存。我们的缓存服务。对，没错。然后这些数据呢会被存到 Redis 里头供前端使用。那么呢，另外一个通道呢，就是 EC2 这个集群呢，会把数据分发到我们所说的历史数据通道。历史数据通道呢有2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呢做这种，我们把它叫做历史数据的即时查询，就像查过去一段时间的轨迹啊之类的。历史数据的查询。对，没错。这一部分数据会被存到 S3 里头。另外呢，另外一个通道就是我们几乎所有客户都需要的这个 BI 报表功能，就是这一部分呢会通过这个 EC2 的这个集群，把这个数据送到 EMR 这个 MapReduce 集群里头。MapReduce 呢会把那些生成好的数据放到 RDS 存储，将来 RDS 供前端使用。所以用户就会通过这个 ELB 来访问这些数据。没错。ELB 起一个基本的 load balance 的功能，然后它把送进来的 request 分发到不同的微服务上去。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有几十万的设备并发接入到根云的平台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设备的接入到平台中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2个组件或者是2个功能非常关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Kinesis， 因为进来的数据量非常多，就像你所说的几十万台设备同时往云端报数据，这个量极大，因为云端的处理能力在某一时刻有可能会反应不过来，那么实际上 Kinesis 的作用就非常明显，它用于两边能力的解耦。解耦了两边的能力。没错，另外它还可以把数据存下来，把两边的计算能力解耦。Kinesis 还有缓存数据的能力。没错，还有一点很重要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它这个40万台数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么往上报数据，有可能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那么它实际上只有5万台设备在线，但是白天它会有很多。那么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 auto scaling。比如说这个功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给我们分一个40个虚级的集群去应付这个计算，因为晚上它可能只分一个5个虚级的集群。所以我们也有明显的这种波峰波谷的这种场景，对吧？是的。通过 auto scaling 来帮助我们来集群在不断的扩展或收缩，实现一个高的费效比。OK， 太好了。那像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平台，还有这么多数量的这个设备的接入啊，我们肯定会有遇到，比如说欧洲的设备接入啊，美国的设备接入啊，然后是亚太设备接入，咱们是怎么实现这种全球各地的设备都能够无缝的接入到整个根云平台里面呢？这个呢也得益于 AWS 在全球各个经济热点地区都能提供比较好的这个基础设施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采取的策略还是就近接入。就近接入的原则。对，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德国的客户，我们会让他接入到德国的 AWS。法兰克福 region。没错，然后比如说是南非的客户，可能直接接南非，这个也避免了一个数据跨境传输的问题，就避免了一些 GDPR 这些法规的一些限制。对，我们在欧洲是满足 GDPR 的合规性要求。对，没错。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做，因为有一些客户是跨国客户，我们也根据各个站点之间的这个，也在想办法做这个数据融合，将来给一个跨国客户提供统一的跨国界面。那太棒了。对，就是。那非常感谢 Bruce 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 This is my architecture。